果然如此。既然你是司马教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教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教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教，他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阴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十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指尖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诱人的，也没喊过一声的。最爱望着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自远，弹指间爱对花乱，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司马教，你快醒过来吧！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拼一拼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符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堂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符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
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这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？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。
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
这么柔的耳坠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？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新古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
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须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师祖，司马娇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？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真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
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就能进炼虚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2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闪开！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交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2个往那边去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这边。什么人？刚才是否有其他人进来？你们是都没长眼睛吗？还是说这是你们的房间？我堂堂幕府兄妹2人，要给你们让位啊！师姑，最近确有传闻，幕府老爷的外孙子女要来此处求学。不过是一些攀附我们施家的无名之辈罢了。走。给你玩。这是那对刁蛮兄妹。是。我们不是去向诗千里复仇的吗？扮成他们这样干嘛？你让我低调些，我便以这2人的身份掩人耳目。他们是外府穆家老爷的外孙子女，穆家与施氏一族多年联姻，便是施氏一族的势力。但幕府在洛河仙方这一边缘地带，位置隐蔽，以他们的身份，不会被施千里察觉。哦，明白，大概就是方便咱们复仇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可算来了，外祖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到你们没有受累，外祖就安心了。往后啊，你们便和其他学子一样，住在这陈学府内，务必要好好学习，不要丢了我穆家和叶幽公的脸呐。看来我们真的是要去上学了。不去便是。这种学府，枯燥得很。可是我们在借身份行事啊，不去的话暴露了怎么办啊？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稍后便随管家去陈学府验明吧。这你看过吗？这次就看过，就是。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。众所周知，修为的高低决定了灵力和术法的强弱。这是咱们的老夫子，这也太……认真听讲。而灵根的多寡和不同，则决定了我等对五行灵力的掌控力，以及能用出何种术法。修仙之人不仅要刻苦修炼以提升修为，还要学习各类术法，
根尘仙府能成为第1仙府，除了祠葬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们真正在干嘛了。为我们提供了优于别处的修炼条件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我们有最多的术法典籍。大家也来练一练吧。基础不牢靠的人就是容易翻车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突然听起课来了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想着，我如果能够学习一点术法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帮上你呢。不必，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便好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即使我帮不上你吧，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能够自保的话，也就能不给你拖后腿啦。那上面的半吊子能教你什么？你最擅长用土、水、木系，用以攻击、防御与速度。你还可以用衍生术法。有点酷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可自由进入空间，无需再用这种东西储物。空间在我体内啊？空间在你的灵府之内，你若不在其中，无人能够入内。我试着。你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与师室亲近的氏族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氏族跟师室亲近呢？凤七阁武斗台的死斗，你忘了？哦，那你是通过当时的对阵局势，完成了他们的势力划分？你不会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我不会杀这些弟子，我只是利用他们，转移视线里的方向，替我寻找灵火，争取些时间而已。看不出来你这个大魔王竟然开始在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生死了。啊，你这就走了？逃课不好吧？要不去空间转转？成功了！要在这儿多囤点东西。先囤点吃食、生活用品，万一我们被施家的人找到，躲进了山里，日子还能过得滋润点。还要备点药物。司马娇那个身体，一受伤半年都好不了，备点伤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写点什么呢？有了。
川，我听说你是同你兄长一起来的陈学府，怎么线下没见着他人啊？兄长他另有要事要做。哦。听说你在课上害我表兄出了丑。你表兄？他说的是前几天被我扎了屁股的齐姓弟子。家人们，咱们算账也得摆事实讲证据，是不是？不能光凭听说就来找我麻烦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些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你把我当家人，我去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不往心里去。那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怎么反向他道谢了呢？啊？哦。我说，你们夜游宫的人，怎么也要来我们庚辰仙府求学啊？我看你的灵根也不怎么样嘛，这要学啊，也学不到什么，不如早早的找个道侣，依附着算了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今天过来，难不成就是来找道侣的？可惜啊，在座的同道中，都是你高攀不上的。你最好啊，有自知之明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少装无罪啊！你要是不服，咱俩可以比试比试。不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何况你说的句句在理。这跟你这种人说不清楚，你好自为之。不是说永令春是个暴脾气，一点就爆吗？怎么跟个面人似的，说什么都没反应呢？就是，走。说的是永令春，又不是我廖廷艳。哎，你们可知今日内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是。听说师祖大发雷霆，杀了不少人，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一个女子给他吹的枕边风，掌门还想要替他隐瞒此事呢。听说啊，师祖和掌门还因此发生了争执，如今正在白鹿崖闭关不出。上面肯定是把真实情况掩盖了。我以前还以为啊，师祖出关，我们庚辰仙府会更加强盛。哼，现在看来，有这个师祖，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嘘，师祖修为极高，而且是司马一族仅剩的血脉，随性些也很正常。诸位又不是没有读过庚辰史，师祖可是庚辰仙府的顶梁柱，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膜拜的前辈大能。是啊。若有机会，我倒愿意为师祖效力。是的啊。若是你们知道自己和师祖同窗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得是什么心情啊？可惜啊，我现在也不能随时看到司马教了。这你就做的不地道，提起夫子，失去了交谈的心意。走吧。哎，稍等。你是夜游宫的永时秋吧？何必急着走啊？不如与灵梅一起留下，之后还有精彩节目。若是错过就可惜了。设宴，我看你们光顾着说废话了吧？我兄长他比较直爽，咱们改日再聚。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我以为你还要在外面忙好几天呢。怎么，不想见到我？怎么会？你喜欢这里吗？还行吧，
吃食倒是比学府里的好吃，可惜忙着应付他们了，都没有吃好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根本不需要吃这些，除了一饱口腹之欲以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我吃东西就是因为嘴馋啊。要满足口腹之欲的乐趣，我的确不能理解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我建议你多品尝些美食，对保持心情愉悦很有帮助的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原来你是拉我来开小灶的。那些人废话连篇，你方才也没吃下多少吧？你可太懂我了。我吃。吃吧。蛋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。这调味，在香菇若有若无的映衬下，更是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，简直天上有地上无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面前明明有，非要吃别人的。想吃便吃了。爽脆，弹牙。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。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时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。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16，5525。
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，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祖宗，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花容雪到，齐乐天到，咏令春到，咏时秋到。今日讲的是神魂与灵府。一个人的灵府是最隐秘的地方，绝对要保护好。若被闯入灵府，非死即伤。鸽子，那道侣怎么说啊？安静！哪怕是道侣，也不会轻易进入对方灵府，这是很危险的行为。若你真的有幸遇到能同舟共济、同生共死的同道道侣，或可尝试。但如今你们还年轻，也不知险恶，可千万莫要只顾贪图一时欢愉，而误了大事。怎么感觉我和司马娇像偷尝禁果的问题学生？神魂的交融是最亲密的联系，往往一人死，另一人也无法独活。
这便是因为神魂的联系太过紧密，感情太过深刻，以致无法分割彼此。所以，大家万万不可在此事上轻忽。还没谈恋爱就直接快到生死相许的阶段，我和司马娇现在分床睡还来得及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些就罢了，司马娇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难道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另一半了吗？哎，庭燕，今晚我也不在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你想要什么吗？怎么这样问？我要出门，你要是想要什么，我给你带回来。出差回来带礼物，真的好像夫妻啊。都可以，我不挑。好，等我回来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他怎么这么温柔啊？不会是真的是把我当成道侣了吧？师长们叫我来，可是寻到了司马娇的下落。叶公主，坐。近日啊，我师氏的亲族接连的遭袭，我也派人去查了一番，结果呢，也没有查到任何与司马娇有关的线索。不知叶公主能否也帮着去查查呢？师长们有话不妨直说。我的弟子在叶公主的殿前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是念九的蛇鳞。啊？师长们这是派人在监视我。这怎么叫监视呢？我们是盟友，盟友不应该彼此关心啊。只不过我这个盟友啊，有所隐瞒哦。那黑蛇是在我殿中，不过他并不知晓司马娇的下落。他并不知晓啊？是。他对你到底坦不坦诚，我们试探一下就知道了。他是唯一陪伴在司马娇身边的东西。叶公主猜猜，一旦知道这条黑蛇遇险，你说司马娇会不会出手相救啊？你是要我对黑蛇下手？舍不得。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哦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
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，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哦，我的镜子。这个镜子要是多几面就好了，可以放到各个地方，再把所有画面都聚集到这一块上面，那不就是直播啦？直播？直播是什么？直播就是你能实时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，比如啊，把这个镜子放一面到庚辰仙府大广场，我们就能看到弟子打架、比武。
放到闹市街坊呢，能看到市井生活、人间百态。甚至还可以放一面到山林花树里，野生动物大型生活录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不错。以后你若听到声响，聚集灵力，敲敲就行，就能看到我想看的啦。